好吃补家常菜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今天阿鹏呀，用2块钱的冬瓜给大家分享一个清淡营养又好吃的家常菜。首先，我哋準備一塊2蚊幾嘅新鮮嘅冬瓜啦。這個季節呀，廣東還是非常熱的。今天阿鵬就用這個冬瓜給大家分享一個清清淡淡又好吃的家常菜。我們將冬瓜清洗乾淨以後，接着呀，再用刀把冬瓜的瓜皮削下來，去掉不要。冬瓜呀，它是一个非常消暑的食材，而且它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。最主要的是，它基本没有什么脂肪，所以也特别适合健身减脂的朋友进行食用的。我们将冬瓜全部削皮过后，接着呀，再将其对半切开。然后下一步，我们再取一个勺子，把中间的这些瓜瓤全部的挖出来，去掉不要。去掉瓜瓤和瓜子之后，接着呀，再进行分切一下。我们用菜刀呀，给它分切成将近2公分左右宽的粗条。最后，我们再将冬瓜给它分切成大概4品中这样子大小的小块。我们在改刀过程中需要注意，要尽量的将冬瓜给它分切成均匀大小一点，这样子的话才能保证每一块冬瓜都能够同时间里均匀的成熟和软烂。改刀切好以后，大概4品中这样子大小就可以了。接着呀，我们先用盘子先把冬瓜裝起來備用。下一步我哋開始準備其他配料。首先我哋準備些許嘅香芹啦，這種比較細的芹菜呀，它叫做香芹，另外一種比較粗的叫做西芹。我覺得嘛，這種香芹又更加香一點。我們將芹菜給它斜刀切成大概2公分左右的小段，切好以後，先用小碗把它裝起來備用。然之後我哋開始準備少許嘅料頭啦。我們先準備大概4-5顆左右的大蒜，我們將大蒜給它改刀切成蒜末。改刀切好以後，先用小碗把它裝起來。然後呀，我們再準備生薑一小塊，同樣的將它改刀切成薑末。因為冬瓜它是涼性的，所以我們在烹飪的時候添加少許的薑末，可以中和它的寒性。所有的食材都準備好了，下一步我們開始正式的烹飪。首先往鍋裡面添加少量的油，油熱以後，我們再將切好的小料放進鍋裡面，開小火先把它翻炒一下，先將小料慢慢的煸炒出香味。翻炒一小會，把小料炒香以後，我們再將冬瓜放進鍋裡面，然後呀，我們再繼續的開小火，不停的翻炒一下。把冬瓜給它翻炒均匀，將冬瓜給它翻炒出香味。經過這樣子的翻炒過後，這冬瓜呀燒出來以後，吃起來才會更加香、更加好吃的呢。我們先把冬瓜給它持續的翻炒，大概1分多鐘，先將冬瓜給它炒出香味。等到冬瓜炒香以後，緊接着呀，我們再往鍋裡面添加適量的湯水。這個湯水呀也不要太少了，剛好和冬瓜持平就可以了。如果水太少的話，這個冬瓜呀就來不及燉爛。然後下一步，我們再往鍋裡面添加適量的蝦皮，增加它的鮮味。下一步開始調味一下，往鍋裡面添加適量的食鹽，再添加一點點的雞精，不喜歡的可以不放，還有少許的白糖提鮮。最後再添加一點點的胡椒粉就可以了。什麼醬油的就不用放了，因為這道菜呀講究的就是清淡清爽的一個口感。調味以後，再用鍋鏟給它翻燉一下，將調料充分的化開。在這裡呀，我們需要給它簡單的煨煮一下，大概煨煮個3到4分鐘左右，將冬瓜給它煨煮至成熟、軟爛和入味。親愛的朋友們，拍攝視頻不易，阿鵬的主頁分享了幾百道家常美食。如果今天這個視頻呀對你有所幫助的，那麼就麻煩您對着屏幕幫阿鵬點讚唄。您的每個點讚和留言都是我前進的動力，在這裡感謝您了，感謝您長期來的支持和鼓勵，感謝了。我們將冬瓜開中小火，給它持續的慢慢的煨煮，大概3到4分鐘左右，將冬瓜給它燒至成熟、軟爛和入味。我們將冬瓜給它燒至軟爛以後，接着呀再把芹菜添加進來，然後再繼續的用鍋鏟將它翻炒一下，把它翻炒均勻，給它持續的翻炒個大概1分鐘左右，
把芹菜给它翻炒至成熟。我们将芹菜炒熟以后，接着开始进行调味。往锅里面添加少许的水淀粉，勾个薄芡。在这里勾芡不需要太浓稠的，薄薄的一层芡汁就可以了。这个水淀粉下锅以后，我们迅速的用锅铲进行翻炒一下，将水淀粉翻炒均匀。随着水淀粉的加热，这个汤汁就会逐渐的浓稠起来了。勾完芡以后，我们再往锅里面再添加少许的花生油，再继续的给它翻炒几下，给它翻炒均匀，我们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。这道菜汤汁不需要收得太干，保留适量的汤汁，这样子吃起来会更加好吃一点。就这样子一道简单又好吃的家常菜清炒冬瓜，我们就这样子做好了。最后将它关火，再出锅蒸盘，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。这样子烧出来，这个冬瓜软烂入味，而且吃着清淡营养又好吃。如果您平常也爱吃冬瓜的，那么不妨可以试做一下这个做法，保证让你满意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，关注我，关注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